打仗虽然很可怕，但在没有打仗的晚上，军营里也会有短时间的安静。这天晚上，天上挂着一个特别大、特别圆的、很亮的月亮。冷冷的月光照在没有人的平地上，也照在每一个想家的士兵心里。木兰和小一、小七、小十这4个一起经过生死的好兄弟，没有去人多的地方，而是偷偷地坐在了一个安静的土山上。晚上的风吹过，有点冷，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。大家都看着天上的月亮，谁也没有说话，让人觉得有些难过。过了一会儿，平时做事最稳的小石，慢慢地从衣服里拿出一个旧旧的，上面有漂亮小鸟的香包。他用变硬的手，非常温柔地摸着那个香包，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。他轻声地说：今天晚上，他没结婚的妻子肯定也在看月亮。他们在一个村子长大，她是个非常好、非常漂亮的女孩。小石说，离开前，她哭着让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他们说好了，等她打赢了这场仗，带着功劳回家，她就穿上最美的红衣服，非常热闹地跟他结婚。他还想给他买城里最红的化妆品。说到这里，小石的嘴边忍不住露出了幸福的笑，但眼睛却红了。小七听了，笑着拍了拍小石的肩膀。他用一根小树枝在沙地上画着一个头发绑成2条的小女孩。小七的声音慢慢变得有些哑。他说，小石只是有个没结婚的妻子，但他可是连女儿都有了。小七回忆说，他离开家的时候，女儿才5岁。他每天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他，抱着他的腿喊爸爸。他妻子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肯定吃了很多苦。小七觉得，现在他们2个人肯定每天都站在村口那棵老树下，等着他回家。他不知道女儿现在长多高了，还记不记得他这个爸爸。小七扔下树枝，双手包住脸，眼泪顺着不好看的手指流了下来。坐在旁边的小一年纪最小，他没有妻子，也没有没结婚的妻子。听到2个哥哥的话，小一吸了吸鼻子，从最里面的衣服里非常小心地拿出了一个用红线做成的平安结。这个红色的绳子虽然有些旧了，但被他保护得很好。小一一边摸着平安结，一边呜呜地哭了起来。他说他爸爸死得早，家里只有老母亲、2个姐姐和一个小妹妹。这个平安结是他离开那天小妹妹一晚上没睡觉，亲手用红线给她做的。小妹妹把这个戴在她的脖子上，哭着说，只要这根红线不断，她就一定能活着回家。小一哭着说，她想她妈妈了，想她姐姐和妹妹了，想吃妈妈做的饭了。小一越哭越伤心，像个觉得很难过的孩子。木兰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话，感觉心里像被针打一样疼。是啊，在这个军营里，谁没有一个天天想念的家呢？大家都是为了国家，
才没有办法离开最爱的人。木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擦掉眼角的泪水，然后拿起腰上的水壶，倒了4碗清水。木兰端起一碗水，眼神变得非常相信自己和明亮。她看着身边的3个人，大声地告诉大家不要哭了。她说他们今天没有酒，就用水当酒。他们4个是一起经过很多危险的好兄弟。木兰要求大家在这圆月下面发个誓，他们一定要互相保护，一起活着打赢这场仗。等把敌人赶跑了，他们不仅要平安回家，还要去互相的家乡看一看。木兰说，他们要一起去参加小石的婚礼，一起去抱抱小七的女儿，还要去小一家里吃她妈妈和小妹妹做的饭。小石、小七和小一都擦干了眼泪，大声地答应着说好，一定要一起活着回家。在冷冷的月光下，4只满是伤口和变硬的手，拿着旧旧的碗，紧紧地碰在一起。当的一声，碗里的清水飞了出来，就像他们在战场上流的热血，也像他们心里那份永远不会改变的兄弟感情。那个晚上的月光虽然很美丽，但是打仗时安静的时间总是非常短。几天以后，木兰带着小一、小七和小石听从命令去军营外面的一座高山上检查。这座山非常高，非常难走，到处都是很多很多的树，还有深得看不到底的危险地方。就在他们非常小心地看周围的时候，树林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树枝断了的声音。木兰很小心地拿出剑，用手做了一个动作。原来是一小队敌人的士兵偷偷藏在这里。敌人发现被看到了，立刻像饿了很久的狼一样冲了上来。这对敌人有很多，功夫也非常厉害。木兰4个人背靠着背，非常努力地打，但慢慢的还是打不过了。木兰大声地告诉大家，敌人太多了，这样下去他们都会死。她让大家分开跑，回军营找人来帮忙。大家听了，立刻分开往山下跑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非常凶的敌人举起大刀，朝着跑得最慢的小一的后背重重地砍了过去。小一吓得不敢动了，根本没有时间躲开。木兰看到这个情况，大声叫小一小心。她的心突然很痛，她没有想太多，马上转身，用完全身的力气冲向小一，用自己的身体帮他挡住了那把刀。只听见一个可怕的声音，敌人的大刀深深地砍进了木兰的肩膀，红红的血一下子就把她的半个身体变红了。木兰被打得很重，脚下没有站稳，身体倒了下去。在小一非常害怕的大叫声中，木兰像一片秋天的树叶一样，直直地掉进了旁边那个深得看不到底的地方。小一哭着，非常努力地跑回了军营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将军。将军听到木兰掉下去这句话时，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，脸上的颜色一下子变得非常白。他立刻带上很多士兵，自己走在前面，冲上山去找人。
他们很快找到了受伤的小七和小石，但是把那个危险的地方找了一遍，也没有看到木兰。天慢慢的黑了，下面升起了很多白色的雾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所有人都说木兰肯定不能活了，让将军回去。可是将军就像疯了一样，他红着眼睛，死死地抓着一条长长的粗绳子。将军告诉其他人，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，他都一定要找到木兰。他还说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也不可以走。说完，他自己拉着绳子，慢慢地向着那个危险又很黑的下面爬去。也许是老天爷被木兰爱父母的心感动了，木兰掉下去的时候，刚好被中间一棵很大的树给接住了。当将军借着火光在那棵树上找到木兰时，他已经因为流了太多的血，完全不知道周围的事情了。将军的心痛得像被刀切一样，他非常小心地把木兰抱到一个平坦的山洞里，点起一堆火。木兰肩膀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，如果不马上包好，她一定会死的。将军没有办法想那么多了，他发着抖，解开了木兰身上那件很重的铁衣，然后撕开她全是血的里面衣服。可是，当里面衣服被撕开的那一刻，将军完全呆住了。在这件衣服下面，并没有男人宽宽的胸口，而是用一圈又一厚的白布紧紧包着的女孩子的身体。将军的手停在半空中，眼睛里充满了不敢相信。他呆呆地看着木兰那张因为没有血而很白的脸，脑子里想起了很多次他们一起打仗的画面，想起了火旁边木兰那双明亮的眼睛。原来这个在战场上比老虎还要勇敢救过他的命，被他当成最好朋友的兄弟，竟然是一个弱小的女孩子。不敢相信过后，将军心里觉得比以前多了100倍的心疼和敬佩。他不敢想，这样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可怕的军营里，每天要经过多大的痛苦和害怕。将军的动作变轻了，用最温柔的办法帮木兰包好伤口，脱下自己的外衣，紧紧地包在她的身上。他借着黑夜，自己把木兰偷偷地抱回了自己的帐篷，没有让任何人发现。第二天，木兰终于慢慢地醒了过来。她觉得肩膀很痛，但是更让她害怕的是，她发现自己身上的铁衣和包胸口的白布都不见了。而且自己躺在将军的床上。木兰明白自己最大的秘密终于被发现了，犯了骗皇帝的大罪，是一定要死的。木兰咬着牙，忍着非常大的痛下了床，跪在将军的面前，低着头。木兰对将军说，她骗了将军，犯了死罪，请将军惩罚他。将军静静地看着跪在地上发抖的木兰，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叹了一口气，走过去，用双手把她轻轻地拉了起来。将军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生气的样子，只有满满的温柔。他让木兰告诉他，为什么要穿上男人的衣服，代替父亲来当兵。
木兰眼睛红了，她流着泪，把家里又老又病的父亲、很小的弟弟、马上要结婚的姐姐，还有那天晚上自己剪断长头发，决定代替父亲来吃苦的事情，从头到尾地告诉了将军。将军听完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。他看着木兰满是眼泪的脸，心里的那份感情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。他以前就对木兰有一种特别的、说不清楚的喜欢，现在知道她是个女孩子，他对她的敬佩、心疼，全部变成了深深的爱。时间过得非常快，转眼间木兰离开家乡已经10多年了。那个时候代替父亲来当兵的10几岁小女孩子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大人。10多年的打仗生活在她的脸上留下了风沙的痕迹，也让她的眼神变得更加勇敢和不认输。肩膀上的伤在将军非常用心的照顾下已经全好了。因为将军特别的保护，整个军营里还是没有任何人知道木兰是女孩子的秘密。这天，军营里来了一个让人非常高兴的消息，有人送来了很多很多从家乡来的信。对在外面打仗的士兵来说，这些写在旧纸上的字比金子还要宝贵。木兰坐在帐篷里，双手有些发抖，打开了那封从家乡来的信。信是姐姐写的，姐姐在信里告诉她，家里一切都很好。那个以前只会在床上拿着木剑蛮的小弟弟，现在已经长高了很多，甚至比家里的墙还要高了。弟弟每天都陪着老父亲在院子里很辛苦地练习功夫。他说要快点长大，去很远的地方保护姐姐。姐姐还说她已经结婚了，丈夫是个很努力又很好的人，两个人过得非常幸福。读到这里，木兰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了信纸上。她好像看到了家乡那红红的云彩，看到了父亲慢慢走路的样子，看到了家门前那台他以前做布用的机器。这10多年来，他代替父亲来当兵，就是为了保护这种简单又幸福的生活。虽然很孤单，很辛苦，但只要家里人平安，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可是想家的感情就像大水一样，一下子把他包围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帐篷外面传来了有人努力压低声音哭泣的声音。木兰擦干眼泪走出去，看到小一、小七和小十正坐在火旁边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封信。小十的脸非常白，他手里那封本来应该带给他希望的信，已经被他弄成了一个纸团。小十用很哑的声音说，他那个没结婚的妻子没有等他。家里人说，打仗的时间太长了，大家都以为他死在了战场上。他父母逼着他和别的村子里一个很有钱的人结了婚。他们以前说过的话，最后变成了一场空。小七抱着信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大声地哭着。信里是他5岁的女儿画的一张画，虽然画得不好看，但能看出来是一个牵着小女孩的大人。小七说，他的妻子在信里写，
女儿每天都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，是不是不爱他了。小七哭着大声说，她也想回家，她想抱抱她的宝贝女儿。最让人难过的是小一，她呆呆地看着手里的信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信里告诉她，她在家乡的母亲因为这么多年一直担心她，身体越来越差，已经在上个月病死了。离开这个世界前，母亲还紧紧拿着那个红色的平安结，嘴里叫着小一的名字。小一突然非常伤心地大哭起来。她说她没有妈妈了，再也听不到妈妈叫她吃饭了。木兰走过去，紧紧地抱住这3个一起经过生死的好兄弟。在这个很冷的晚上，4个在战场上杀过很多敌人的勇敢军人，就这样坐在火旁边，面对着家乡的方向，哭得像几个没有办法的弱小孩子。木兰抬起头，看着很远地方的黑夜，眼睛里慢慢没有了难过，变得非常冷静和坚强。她咬紧牙，在心里对自己发誓，这场可怕的战争一定要快点结束。为了这些可怜的家庭，为了能让活着的好兄弟们早点回家，哪怕是死，她也一定要打赢最后这一场仗。家乡来信带来的难过，最后变成了士兵们杀敌人的力量。这个时候，战争已经到了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时间。敌人的带头人是一个非常聪明，但是非常坏的大将军。他带着剩下最厉害的士兵，躲进了一个很高、很危险，叫黑风谷的地方，想在那边躲很长时间不出来。在那个灯很亮的大帐篷里，将军看着地图，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。木兰静静地走到将军身边，指着地图上的一条小路。木兰小声地告诉将军，敌人虽然很凶，但他们现在很着急想跑出来。木兰觉得他们可以想办法让敌人自己跑出来。将军听完木兰这个非常大胆又很聪明的办法，眼睛里露出了非常高兴、非常惊喜的光。第2天半夜，木兰自己带着一小队士兵，故意在那个地方的出口做出很乱的样子，假装打输了往后跑。敌人的大将军真的相信了，带着很多士兵疯狂地追了出来。就在敌人跑进木兰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地方时，四周的山上同时响起了打鼓的声音，带着火的箭像晚上的星星一样掉下来。在一片很乱的情况中，木兰骑着好马，手里拿着长剑，直接向着敌人的大将军跑去。2个人的马跑到一起，刀和剑不停地打在一起。木兰想起死去的兄弟，想起家乡的老父亲。那一刻，他好像变成了战神，每一剑都充满了力量。终于，在打了一会儿以后，木兰非常聪明地看到了对方的一个错误，一剑刺中了敌人的带头人。看着敌人的带头人倒下，敌人的军队彻底没有了希望，一个一个丢掉手里的刀剑认输了。这场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了。
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回了国家最大的城市，皇帝非常高兴，下命令要见立下大功的将军和木兰。在那个金光闪闪、非常庄严的大房子里，国家所有的官员都很整齐地站在那里。木兰穿着一身干净的铁衣，腰上带着长剑，和将军一起跪在皇帝的前面。皇帝坐在龙椅上，非常满意地看着木兰。皇帝夸奖木兰又聪明又勇敢，亲手杀死了敌人的带头人，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。皇帝说要给他一个很高的大官做，还要送给他很多很多的黄金和最漂亮的布。皇帝告诉木兰，他想要什么都可以直接说。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木兰身上。这种又做大官又有钱的生活，是一般人活几辈子都求不到的。可是木兰却很安静地给皇帝磕头，声音非常清楚，非常坚决。木兰回答皇帝说，她不需要做任何官，也不想要金子和珠宝。木兰说，她只有一个愿望，请皇帝送给她一匹能跑得很快的好马，让她能马上赶回故乡，去见她每天都在想念的又老又多病的父母。皇帝被他爱父母的心深深感动了，不停地点头夸奖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老官员走出来，笑着给皇帝出了一个主意。老官员说，将军也立了大功，而且还没有结婚。他建议皇帝把公主嫁给将军，变成一件大家都觉得美好的事情。木兰听到这里，心里突然变得很紧张，不自觉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将军。将军立刻跪下，深深地磕了一个头，声音低低的，却非常坚决。将军告诉皇帝，他非常感谢皇帝的厚爱，但是他说自己只是一般人，配不上公主。而且将军说，他的心里早就有了喜欢的人，这辈子除了那个人，他谁也不娶。皇帝脸上的笑容停了一下，但看到将军那一点也不怕死，非常坚决的样子，也只能叹了一口气，说这件事情以后再说。走出皇宫，在安静的长街上，将军转过头，充满感情地看着木兰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从衣服里拿出了当年木兰掉在水里的那块带在身上的小玉石。将军轻声地问木兰，能不能带上她一起回去？木兰看着这个和自己一起经过了10多年生死的男人，眼睛红了。她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露出了这10多年来最漂亮、最温柔的笑容。秋天的一个早晨，金色的阳光轻轻地照在回花家村的小路上。木兰、将军还有小一、小七和小十，5个一起经过生死的好朋友，骑着马，慢慢地走进了这个离开了12年的家乡。远远远的，村口那棵很大的老树下，已经站满了等他们的人。木兰一眼就看到了那2个互相扶着的熟悉的人，那是她的父母，
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背也弯得更低了。旁边站着一个很高大、眼神非常勇敢的年轻人，那是他每天都在想念的小弟弟，手里还紧紧拿着那把用了很久的木剑。还有大姐姐，她抱着一个5岁左右胖胖的小孩子，正非常高兴地挥着手。当木兰跳下马，跪在父母前面的那一刻，整个村口都充满了哭声和笑声。老母亲发抖的手摸着木兰被风沙吹得不好看的脸，流了很多很多眼泪。将军和兄弟们站在旁边，看着他们一家人终于见面的画面，眼睛里也都闪着感动的泪光。进家以后，木兰让父母准备好酒和菜，请这些好兄弟们吃饭，而她自己轻轻推开了那扇关了很久的木门，走进了自己的小房间。房间里还是有一种很好闻的木头香味，那台做布的机器被大姐擦得干干净净，好像还在等着木兰回来。木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开始一件一件地脱下那套很重、很冷，上面全是敌人鲜血和黄沙的铁衣。每脱下一件，她都觉得身体轻了一点。那是她穿了12年的衣服，也是她保护家人的东西。她用温热的水一点一点洗去了脸上的黑灰。接着，她打开那个旧木头箱子，拿出了一件姐姐为她准备的浅粉色的漂亮长裙。当她对着旧镜子，非常小心地在头上贴好那一朵漂亮的黄花，并整理好那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时，镜子里的她完全变回了那个安静漂亮的花木兰。虽然她的眼睛里多了一份像军人一样的勇敢，但她的心依然是那个非常爱父母的单纯女儿。这个时候，在院子里吃饭的地方，兄弟们正喝得很高兴。突然，小一放下喝酒的碗，指着木兰的房间门口，揉了揉眼睛，呆呆地看着。小一问那个走出来的女孩子是不是木兰兄弟的亲妹妹，因为她们长得实在太像了。其他的人也都转过头，然后所有人都像变成了木头一样，吓得不敢相信，手里的酒碗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。木兰穿着粉红色的长裙，脚步很轻地走出来，看着那几张目瞪口呆的脸，忍不住轻轻地笑了。她用非常清楚好听的声音问小一，是不是忘了是谁在那个危险的地方替他挡了一刀？怎么才一小会儿不见就不认识他了？小一吓得直接从椅子上摔了下来，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，非常吃惊地叫着木兰姐姐，不敢相信和他一起打仗的兄弟竟然真的是个女孩子。小七也惊得半天说不出话，他大声说，他们一起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困难，竟然谁也没有发现。他感叹木兰把他们骗得太苦了。木兰走到小一面前，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木兰告诉小一，看到他平安回家，他也就放心了。他让小一以后要好好照顾家里的姐姐和妹妹。小一红着脸，非常用力地点头，眼里全是敬佩。然后木兰转头看向一直不说话的小石。小石这个时候正看着那封旧旧的信发呆。木兰小声地告诉小石，刚才在路上，他们听村里人说了，那个以前被逼着嫁给有钱老人的姑娘，现在已经自由了。那个老人病死了，
他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，每天都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。木兰鼓励小石，说他现在回来了，那个姑娘也就有依靠了。他让小石去给那个姑娘一个家，把这12年的等待都补回来。小石听完，眼睛红了，他突然站起来，对着木兰和将军深深地弯腰说谢谢。小石说，他今天喝完这顿酒，明天就去找那个姑娘的父母。他说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他这辈子只爱她一个人。小七带头高兴地拍起手来，夸奖小石不愧是他们的好兄弟。最后，木兰看向身边的将军，将军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用那种充满深情、非常骄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他。在大家的欢笑声中，将军当着所有人的面紧紧抓住了木兰的手。将军对着木兰的父母大声说，木兰在战场上救过他的命，也让他爱上了他。将军向2位老人保证，等安排好这些兄弟们，他一定会带着很多很贵的礼物，正式来花家告诉他们，他要娶木兰做妻子。院子里再次响起了非常热闹的高兴叫声，笑声飞出了小院子，飞向了那个终于迎来了和平的广阔国家。从那以后，花木兰的故事就像一阵风一样，传到了国家的每一个地方。人们都说，女孩子一点也不比男孩子差。花木兰用她的勇敢、爱父母的心和聪明，证明了女孩子一样可以成为保护国家的大英雄，一样可以拥有最真的兄弟感情和最美好的爱情。故事讲完了，12年的风沙终于变成了家里的温暖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穿着自己的铁衣，为了保护我们爱的人，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。但是当夜晚到来，希望你们也能像木兰一样，脱下那件沉重的铁衣，回到最真实的自己。无论白天经历了多少风雨，在这个安静的夜晚，愿你的心里没有战争，只有和平与温柔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晚安，做一个好梦。